时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亲爱的宝贝们，你们悠悠终于爬上来了，别提了。要说老婆不愧是个文化人啊，开个直播还能留下一套语文试卷，结果老婆那边直播刚下线，我这后台私信就开始千呼万唤，让我赶紧做阅读理解上来交卷。我真的是没想到啊，课堂追星还得梦回高考生活。这日子过得真的是一波三折，不过各位朋友放心，你们的悠悠间来了，一定今天给你们一个尽心尽力的答卷克星。不过在各位阅读正卷之前，咱们先插播2条乐子，放松下心情。这头一条啊，就是这个，昨天看见没给我笑死，说啥呢？浪了丁一姐妹啊，用自己 QQ 号去上网课，结果呢，她没有改昵称，她昵称叫啥呢？叫南京一夜的床板。结果老师还就点名了这个床板，问他你这昵称是嘛呀？南京一夜是嘛意思呀？咱们姐妹差点给老师跪了。没办法解释啊，对呀，所以我真的劝各位姐妹起名要谨慎，说不定啥时候就大型社死了，有没有？不过要说到这个南京一夜，咱们就不得不说老婆昨天直播那个小插曲。那这3个的话，其实你要挑一下的话，你会比较喜欢哪个？你看有双手拄腮的，然后眼睛还有个 wink，哦，喜欢趴着的这个。对，这个就比较可爱。为什么啊？可爱。不瞒各位啊，我真是一看老婆选的趴着姿势，我 DNA 就开始撒丫子蹦迪了。难怪她老公看着趴着的大熊猫会害羞。这环呢搁这儿闭上了。要说夫妇俩人呐，一开始这车还开得踏雪无痕，现在直接就超神了。要说你没看前面的直播，你都 get 不到精髓，有没有？哎呀，我服了！拜二位所赐，我现在根本没办法直视大熊猫啊，造孽了不是？哎呀，这乐子归乐子啊，咱们开始今天的正题。有句话我特别喜欢，叫所有台上的人呢，演大梦一场，演不活着归返；所有台下的人呢，请拍手叫好，致你和我和他。就是希望能够自己热爱每一份工作，然后能够坚持和认真的对待每一份工作，然后也谢谢有很多粉丝的支持。其实呢，在解读昨天这句话之前啊，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尼尔盖曼背后的小故事。说啥呢？老婆那天不是在 ins 上发了一个坟场之书，这个事儿你们还记得吗？配文就是这个，你们还有印象吗？其实我这个事儿一直没有给大家解读，现在我来给大家说说。他头一个不高兴呢，是因为他那天确实心情不好，因为他拍摄广告的时候拍摄的非常不顺利，那边沟通呢也不太好，拍了整整12个小时，到那天半夜的时候才结束，而且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啊也没有坐的地方，那时候他身体肯定是不舒服了，然后他就发 ins 这个书，大概和大家说说这个心事。而第二个高兴说的就是他调节心情的一种方式，就如同他分享了这本书写的一样啊，尼尔盖曼这坟场之书主要是让人们在黑暗中去寻求光明，在爱与被爱中学会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他对自己演员这个职业当中所经历的很多不顺利的事情的一种自我的和解方式。我说完肯定大家是要心疼他的，但是除了心疼之外，我更多的是希望大家从这件事情上能 get 到他做事的一些风格。你们发现没？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其实他都是那个喜欢把文艺刻进骨子里，把自己的想法刻进文字里的一个人啊。你带着这个思路，你再回看昨天的他说的那番话，你就其实不难发现，他这段话带入的依然是关于自己啊，或者是说他现在所面对这些流言蜚语的一个态度呀。咋说呢？啊，我个人对这段话的一个理解就是，台上的人不知自己身在戏中，而台下的人亦不知自己身在梦中。可那又如何呢？若人生是大梦一场，也该当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也许他的只言片语不能让你窥得他生活的全貌，可是他也在反复斟酌字句间，将他的心事说与了你听。所以你看，他还是那个他，是那个敢站在千万人面前一统六国的人，所以他怎么会被流言蜚语所轻易击溃呢？你们说呢，宝贝们？所以我真心的希望通过这2件事情啊，能让宝贝不要过度的解读他一些情绪，因为在我个人看来，他一直都是一个会历经苦难也会寻找正能量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心若向阳，乘风起航。但是呢，最近这件事情啊，不可能说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很多人都说啊，为什么他没有站出来处理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这个事情说一点点关于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先说好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虽然很多人呢都是母胎 solo 追星，可是你这圈里的瓜你总不能没吃过吧？你看看那个圈里哪一次圈里大流量明星翻车的时候，不是几个平台联合起来往死里摁呢？啊，就冲他们俩身后现在站着那些资源，谁也不会手下留情，懂吧？说白了，如果他们对家手里啊现在真的有实锤，那不早就给你来了个周几剑吗？还至于搁那儿跟你玩你画我猜10节连线啊？那就有人说了，既然不是真的啊，那为啥他不站出来澄清对线呢？哎呀，这么问的宝贝单纯了呀！我告诉你啊，别说你现在等他站出来，营销号也在那等着呢，因为你只要开口了这一次，你后面还有无数次。你们想想是不是？人家那黑料啊，那是准备的源源不断的，而只要在这里头你有一回没澄清，这个事儿就可能会被无限的放大。有些人就会像蝗虫一样咬住你不放，而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再会去在意这件事它本身的对与错啊。那往在意的往往只是他们心中臆想出来的那个真相，因为这个真相可以让更多的人站在所谓的制高点，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以满足他们喷人的欲望。那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有再多的几张嘴，你也解释不清。你们说是不是？这套兵不血刃就杀人诛心的法子，不是圈里一贯的伎俩吗？以前大家还见得少了吗？你们想想以前最著名的那些事件，你们就应该懂我的意思。那有些人说，那咋办呢？你看就不能就这么挨着吧？其实我以前就说过嘛，你要用圈里的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工作室比大家想象的更有应对经验啊，他不站出来，就只能说明目前并不是公关的最好时机，而且现实也确实没到那一步啊。你真要发酵到那个地步，他们自然会出面啊，是不是？可是如今这个时候擂台刚起，那不就是看谁先沉不住气了，着啥急呀？再者说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于静而风不止。这样的事情啊，只要他们现在还站在这个位置上，就会源源不断啊。可话又说回来了，那又怎么样呢？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一座孤岛呀，他们的身后还有我们，不是？纵千万双手拉你共沉沦，吾等山人亦会站在你身后与尔同归。怕什么呀？你们说是不是，宝贝们？而说真的，他只要还走在这条路上，就不可能堵住别人议论他们的嘴。这个事儿啊，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其实都可同理代之的。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吧，从做视频以来，挨的骂还少吗？啊，咱就不说有几次大规模的在评论区和弹幕的冲击，光后台搁那收到骂人的信，就跟雪花一样，成千上万的啊！刚开始看的时候也会哭到大半夜呀，也委屈啊，好不好？就觉得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人把别人的心和思想想得那么恶劣和难堪呢？而且更何况这帮人根本就不认识你，他是怎么做到这么掷地有声、斩钉截铁的评论的呢？啊，可后来呀，可能是挨的骂多了，就皮糙肉厚了，也不是啊，是随着视频越来越多了，就看得开了。哎呀，我就寻思呀，这众口难调，你看得见的地方尚且如此，你看不见的那群里，估计就骂得更难听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别人嘴里我们到底有多少面貌，而那些人嘴里的评价，其实也都不是真实的自己。所以，与其执着的去追求别人的评价，还不如求自己一个问心无愧。你们同意吗，宝贝？毕竟流言蜚语始终都只会是流言蜚语，它永远代替不了事实，也改变不了真相。说白了，嘴是别人的，人生却是自己的。他们两个的事儿亦如是。我觉得大家都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们虽然不能代替他们去挨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尊重他们的感情，尊重我们自己内心的选择，和他们一路同行，用我们力所能及的陪伴和爱去化解伤害，
愿他们幸福到老。哎呀妈呀，这样说完了以后，大家心情能不能更好一点？您呢？各位看看这份答卷还满意吗？啊，不满意，我跟你们说，我也尽了力了。啊，顺道说一下，此生再也不愿做阅读理解题啊！我真的是够的了，我跟你们说，为了做这道阅读理解题，我昨晚都没睡好，我要休息去了。各位宝贝，你们就畅所欲言吧啊！剩下的活儿咱们就明天再唠吧。爱你们的悠悠，咱们下期见，么么哒，么。